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想接着来说美国治安的问题。因为上一期呢，我有说到美国治安到底怎么样，那很多人就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也就是各种说法褒贬不一。有的人呢认为呢，美国的街上就好比90年代的香港电影一样，长枪短炮，宽刀窄剑，那叫一个热闹。说实话，这种情况在美国确实存在，比如纽约、洛杉矶、旧金山还有芝加哥这类的地方，治安确实不太好，尤其是黑人区和老墨区，确实经常发生各种治安不好的事情，其中呢就包括对亚裔的各种歧视案件。但是呢，这种事情也不是天天都发生呀。难道美国的满大街都是长枪短炮，天天都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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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稍微长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人逼着你必须去这种恐怖危险的地方吧。很多安全的地方，我们哪里不能去呢？真有那么乱的话，你放心，没有人整天冒着生命危险还在那儿待着，还在那儿住着，还在那儿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可怜有些人他就愿意相信。但要说美国整个的治安都能做到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这也是瞎扯，对不对？这话说出来，谁能相信呢？说实话，除了个别的城市和每个城市的个别的区域，美国的治安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了，我说的仅是代表我自己亲眼见过的一些地方。最近1年来说，关于美国的枪击案的新闻铺天盖地，触目惊心，听起来确实让人觉得很担心。毕竟美国的枪支管控非常不严，经常在跳蚤市场都能看到卖枪的，什么证件都不用，简直是疯狂。说白了，美国的治安总体是可以的，但是也分区域，这个呢，每个国家都差不多。比如有些犯罪分子、帮派分子、穷人和黑人聚集的区域，这种地方就不能去。据说洛杉矶有一个叫康普顿的城市，那里的治安混乱到连警察都不轻易去的，那我当然也就从来没有去过这种地方。那大家想一想，美国的治安到底怎么样呢？如果在其他的国家，人人手上都有一把烧火棍的情况下，维持现在这样的治安恐怕很难吧。咱再举个例子吧，美国有很多普通的住宅区，不管是富人区，100-200万美元一套的大别墅，还是穷人区几百美元一个月的破公寓楼，确确实实是看不到人家装了防盗网或者是防盗护栏，对吧？都是木质的，一脚就能踹开的门。所以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凡事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任何的事情如果只有一种声音，那是不正常的。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地方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很多的事情大家要正确的去看待。我知道我这样说话难免很多人不喜欢听，那也没有办法呀。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有500万，如果美国的治安真的像那些人所描述的那样，那么混乱不堪，水深火热，估计这500万的华人早就回国了。嘴可以说谎，毕竟身体是最诚实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比如美国的一些小城市和郊区，富人中产区是最安全的地区，家门不锁是常态。移民多、低端产业多的地区较危险，白天入室抢劫都是很平常的。即使在家中，很少有人放有大量的现金，即使是几十美元甚至几美元，他们都会冒险去抢。所以一般脑子正常的美国人是不会故意走到治安状况不好的街区。
说实话，真正的天堂不在美国，外国的月亮也不一定就比国内的圆。美国夜晚的治安怎么样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，各有各的说法。比如说旧金山，旧金山是个多民族的城市，移民比较多。在旧金山，抢劫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。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个著名的景点，很多移民到旧金山游览都要到这个地方看一看。旧金山就有一些盗窃团伙经常砸车窗，尤其是在旅游景点去砸车窗。警察也只是做个记录，然后就不管了。警察还要怪你自己不小心。例如旧金山的市中心就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，路过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怪异的眼光审视每一个路人，让人有一种恐惧感。就算是在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，也会有很多的流浪汉小偷。在美国，一个地区投入治安资源的多少，往往取决于该地区能够上交多少税，真正做到了拿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办事儿。所以说美国的富人区治安是非常好的，而在一些贫困地区或者城市中的贫民区，治安投入就比较少，使这些地方成了无主之地。美国的黑帮中的贫民窟的混乱和罪恶，也正是美国另一方面真实的写照。美国的治安很差吗？其实是尽量不要去黑人区域呀，还有一些老墨区呀，以及晚上大城市的市中心区。多数的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，但是呢，尽量晚上还是不要出去，更不要去治安情况很糟糕的地方，比如说游民很多的地方，还有不少帮派分子，像这种危险的地方尽量就不要去。说实话，美国人普遍比中国人缺少在夜晚的安全感，大部分的人晚上是不出门的。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吃完饭出去热闹的广场散步，对大部分美国人是奢望的。总之呢，不管是在哪里生活，自己把握好尺度，不要明知道哪儿不安全偏要去哪儿，那不是自己没事找事吗？对吧？今天呢，我就说到这儿，也感谢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我呢也就是实话实说，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看完不要乱喷。人啊，不管到哪儿生活，习惯了也就好了。不管到哪儿生活，该注意的安全的地方还是要注意安全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